专门给你做的，婚礼当天穿。你会试试合不合适？不合适，我好给你改。怎么，里约色的西装穿多了，瞧不上中山装了？今天下午，我把剧团的宿舍都收拾出来了，等几位医生到了，也还有落脚的地方。不过明天你可得出去买几床褥子，那些4年没晒，全都发霉了。你知道了。我才是你的直接上级，让你去见老乡，是希望你尽快跟党组织熟悉起来，不是让你回来之后吞吞吐吐的，还不跟我交代任务内容。名单。上级，再有下次，饶不了你。抱歉，别等了4年的婚礼，看样子还要再等段时间。梦洁，父亲，您慢点儿。10年了，病情总算可以安息了。还有姑叔，姑叔的牺牲也没有白费。我已经递了辞呈，现在就是个闲日。你别再捣鼓那什么绿色密码了，日本人都跑了，不会有人再用它了。有时间还是多陪陪我，陪陪他啊。好。可是养山还是喜欢和数学打交道，而且里约瑟密码还是有价值的。倒是父亲您正当盛年，如今国事繁芜，百废待兴，还有很多事情能带着您去处置啊。我们说好去英国，就不要再犹犹豫豫的了。父亲，抗战胜利了，委员长内战之心不死，大家希望您留下一己情愿。他们即使能说服我，
我也没办法说服委员长啊。我要是再不提辞呈，很快可能就要成为内战的罪人了。这个说客，你还是别当了。转过去。把手抬起来，抬起来。这个太大了吧，比我脑袋都大。这是婚礼当天戴的。坐下。想什么呢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看着我的。你终于不用再扮演别人了。我也终于有了真正的家。看来父亲也认为，两党代表在重庆的谈判并不乐观。蒋委员长这个人唱惯了独角戏，你突然想让他唱三结义，他唱不来的。可是我从小父亲就教育我，事在人为。打了14年，如今团结、和平、统一是民心所向，人心思定啊，父亲。他蒋委员长权力再大，他也打不过民意。所以如今是谈判的关键时刻，您真的要退吗？那我留下来又有什么用？再学他张学良、杨虎城搞一次兵变，抓着蒋委员长的手，让他在合约上签字？父亲，可是您真的要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借肃奸除逆之名，行党同伐异之实吗？如今上海市内风声鹤唳，他们肃奸委员会抓人放人，根本不经过法庭的审判，全凭一己好恶，而且他们敢在黄浦江边临时辟了一所刑场，公然的枪毙他们所谓的汉奸。这枪声从早到晚根本没有停过。如果您要是退了，那还有谁能管得了他们？这难道就是我们顾家世代革命想要看到的结果吗？
放肆！杨山，你回国也5年多了，你倒是说说看，你看到的三民主义究竟实现了几分呢？名存实亡。那你我父子可曾损公肥私、贪赃枉法？问心无愧。要是党国上下滚滚诸公都是为国为民、公正廉洁，那为什么今日之中国还是民生艰难、百业凋零啊？杨山，我年轻时候和你一样，就是相信人定胜天。大半辈子过去了，回头一看，一事无成。我也发现自己老了，什么都左右不了了。苏坚的事我管不了，你也不要逞能，还是赶紧找到孟小姐，把她送出上海，算是我们顾家对人有个交代。父亲，如果只是为了交代，那冰清根本没有必要牺牲。694，我有些事情要先走，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父亲。你放心，谢谢。副司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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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副司令。父亲，哎呀，他们说毛副局长在红谷边上看上的那套房子，孟明玉雇给他闺女了。地契上就这么写的呀。哎呀，这实在是太可惜了，这么水灵一姑娘，本来呢还想留她一命。你说他这个爹怎么当的？这不是害他闺女吗？咱们还是老规矩。过2天毛副局长就要来上海站指导工作，不能让他没地方住啊。这个得特事特办。今天呢，就让他们父女俩招供，明天咱们查摸一查看。能找到的医生都已经送回剧团了，等接上孟杰，我去找老肖汇报。其余这几个医生下落不明，再找需要时间，不如先把他们送走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先走。姓名：梦见职业：是外子诊所医生。战时是否去过日本陆军医院参与会诊？是，你是否接诊过伪政府人员？接诊过，但是我是为了帮谁？好好帮帮你自己。被告孟杰，王伪政府卫生署署长孟逆名义之女，现已证实托庇日寇，附和汪逆，通敌谋国，贻害匪浅，犯汉奸罪。笔录：经受讯人承认无异，命签押。我不是汉奸，我不是汉奸。你父亲就是一个铁杆的汉奸。如果你真是为了抗日，你为什么不检举他？我世贤哥哥在吗？我想见他。我不是汉奸，我不是。我想见世贤哥哥。我不是汉奸。目前，我们的肃监工作是以民国27年颁布的《修正惩治汉奸条例》为法律依据展开。这边。在此，本人代表上海肃监委员会向公众保证，国民政府肃监工作绝对公正。注意安全啊！当心啊！抗战期间，若有作恶多端、破坏抗战，或是仗着日本势力欺侮同胞、罪状明确者，都欢迎民众积极检举。凡有符合
国民政府文件中有关汉奸身份认定14个标准者，我们一律严惩，绝不姑息。保证做到叛国汉奸必予刊录，爱国义士必予褒奖。欢迎广大民众、记者朋友们监督。老板，慢报。好，给我看看有什么新办法。这些汉奸，卖报，卖报。来，小布。对。买个字。这个不新鲜呀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算了，对啊，来几个梨。啊。现在就我这个部门缺人呀，你要还想干，你就好好干，不要想着回破衣橱了。干不下去，辞职走人，我不拦着你。哟，李先生啊，你找我有事情啊？啊，严处长，查理去帮我拿药了，所以这些票据只能我亲自送给你。哎呦，这么小的事情，打个电话我上去拿就好了呀，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啊？李所长，交给我好了。哦，谢谢。哦，我现在要去趟仁济医院，明天呢我们要搞个体检。老梁通知的太匆忙了，我抓紧去啊。慢走。既然不会做，又何苦勉强自己呢？以易处长的薪水，养活一个女儿，应该是足够的。劳动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薪水。人是劳动的动物，把人和动物区分开的，应该是劳动。照你这么说，那些天天待在家里的小姐太太，都不是人喽？寄生在家里的妻子们，是丈夫的私有财产，而那些为了生活而结婚的女人，等于是卖给了婚姻。那不是我要的生活。易小姐，我本人非常欣赏独立新女性，可是人不要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。你刚刚吐得那么厉害，是不是胃不舒服？查理回来了。啊，告辞。
开门呐！哎，等一下，开一下门，开一下门。哎呦，谢谢。沈处长，查理，这都已经下午了，睡过头了，千万不要告诉梁所长啊！查理，厉先生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拿票据下来报销。以后这种事情您交给我就好，不需要亲自跑一趟。谢谢殷小姐。不客气。辛苦了，殷小姐。哎呀，这个阿木像鬼一样，来无影去无踪的，走路脚底还没声儿，贼吓人。我告诉你，丁一，不管任何时候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单独行动，明白吗？你还不具备个人行动能力，你还不够成熟。什么行动？看你这人，你又敏感了，不是？啊，人家显小姐让我完成任务，我就不成熟。那当初你让我帮你的时候，咋就觉得我能独当一面呢？哼！沈处长，哎，查理啊，之前拜读了您的大作，受益匪浅，所以有个不情之请，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签个名？哎呀，这有什么不能的呢？不过你拜错了佛啊！你们家李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家。我这些都是皮毛。您这笔真好看，是在哪儿买的？师傅，师傅，找了您半天，会议开始就等您了，查理，不好意思啊。那回头见啊。怎么样？重庆方面对伊修远的调查结果下来了，你怀疑的没错，日本人帮助梁景元上位，作为交易，梁景元就会引导伊修远这一批的密码专家投日。在这批专家里边，不少人都接受过美国专家的培训，或多或少都会知道一些美军秘密，来帮助我军建立西格密码系统的内情。重庆方面还怀疑
易修远带走的那批资料很有可能就包括了设计西格密码时候的飞稿。如果确有此事，那他们的破译时间将会大大缩短。西格密码自启用以来一直屡战屡胜，是我们在密码阵上最坚实的堡垒，所以坚决不能被日本人给破译了。所以重庆方面就迫切的想要知道他们的破译进度，最好是能够实时掌握。可是梁景元不相信吕月色，丁仪参与不进去。我只能等到梁景元明天组织密码研究所的人体检的时候，想想办法。哎，你帮我调查个人。你说。算了。菜不好吃吗？醋放多了。啊？酸吗？刚刚好。刚刚好。我吃好了。谢小姐，叶爱达确实有胃病，就是我在研究所里听见他吐了，而且他居然还懂密码破译。你怎么知道他懂破译？我偷听到的，在办公室里，那叶音把这叶爱达好一顿骂，然后他就说，他其实最擅长的是密码破译，所以他想回到易修远身边工作。所以我觉得这叶爱达很有可能就是咱们要找的那个人。你想啊，他去过交易所，还有胃病，还懂密码破译。你没跟他瞎说什么吧？那不能，我又不傻。对了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梁景元这缺德玩意儿要组织大家明天去仁济医院做体检，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也得到了什么消息啊？他这是要查谁有胃病的人。我出去一趟。好，谢小姐。你们聊你们的，我跟着喝会儿茶。你先上楼，我跟谢小姐有话要说。那上去喝也行。进去。谢小姐，我需要易修远和沈万清的办公室钥匙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叶音是总务处长，我知道他那儿有全所的钥匙。你想做什么？谢小姐，你让丁一盯死易爱达，我可没问你想干什么。你想什么时候要？
越快越好。明天体检之前，我一定要拿到钥匙，只用一次，不会让人发现。你要的太急了，现在梁纪元已经盯上我了，任何没必要的动作都会惹人怀疑。夏小姐放心，我不会留下任何线索，也没有人会怀疑到你头上。抱歉，顾大少爷，你还是另想办法吧。林昌英，显小姐认识吧？重庆方面已经知道你跟丁一假订婚的消息，对你展开了调查，但我什么都没说。可是如果显小姐不愿意合作的话，我会再考虑。你威胁我？显小姐，我是在求你帮忙。此行功在抗战，事成之后我一定会跟你解释。钥匙倒模今晚给你，后面的事我不管。至于这个林昌英，显小姐放心，我会跟我的人说，这个林昌英没什么可查的。最好是这样。碧云，碧云，最近股票看了吧？南阳橡胶又涨了，这才多少天？1倍啊！哎呦，我真的做梦都能笑出来啊！你说这钱哪能更好赚呢？哎，还有什么好的票？打听打听，告诉我呀！打听着呢，一有好消息马上告诉你。反正我啊，就靠你了，你就是我的财神爷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像不像那个易小姐？不要跟我提这个人，什么都不会干，身体还不好，不晓得跑到苏联去学了个什么东西，一天天的挂着个清汤寡水的脸，哎呦，看着就生气。梁太太，时间到了，把药水写了吧。好呀。我带过来一款法国进口头油，羊头皮可好了，你试一下。你对我最好。梁太太，请坐。显小姐，我听了你的劝，买了南洋橡胶，果然大赚一笔。我跟你什么交情啊？怎么可能让你吃亏啊？这话我爱听。今后你和你的朋友来，我只收成本价。那我可就接受您的美意了。哎，我新买了一张唱片，好听极了，我放给你听听。梁太太，怎么样？海丽，哎，老结棍。梁纪元明天要组织研究所的人以及全部家人到仁济医院进行体检。我怀疑他已经掌握了白夜有胃病的消息，他这样做就是要筛查白夜。我想办法拖延体检。另外，信物组织上已经发出来了，这个信物
能让白夜同志对你的身份确信无疑。目前正在路上，我们要抢在梁景元之前找到白夜。明白。哎呦，好，我这就把这头油给梁太太用上。多用一些。梁太太，哟，谁呀？梁太太，舒服吧？侬的手艺勇敢，那这头发老好了。那用的头油能更好嘞。我们都应该感谢沈小姐啊。这都10点了，咋还没回来呢？哎，你俩刚才搁这捣鼓啥呢？别多管闲事。哪位？查理，是我。啊，夫人回来了，快请进。谢谢谢小姐。咱组织咋说？不能让梁景元通过卫兵锁定白夜的范围。我们的同志明天会制造一场电路事故，让梁景元取消这次体检。你和我抓紧一些时间确认易爱达是否真有卫兵。收到。你还有事吗？哦，这刚才你俩搁这儿咔咔咔咔鼓捣啥呢？少多管闲事儿。哟呵，也行。哎，你让显小姐帮你干啥了？是不是跟你们那西格密码有关？哎，问你话呢。你俩这嘀咕啥呢？偷偷摸摸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帮显小姐查什么了？我就告诉你我在查什么，怎么样？不问了。哎，没劲。其实吧，你和显小姐要是能一直这么偷偷摸摸的，不是，你和显小姐要是能一直这么和和气气的，就算我啥都不知道也没关系。有时候我就想，咱要真是一家人，
该多好。等抗战结束了，咱找个有山有水的地儿，你把孟小姐接过来，咱做邻居。你家没油了，就上我家借；我家没面了，就去你家拿。等以后咱都有了孩子，咱就给他们结娃娃亲。要都是闺女小的也不怕，咱就让他们拜把子。丁一，你知道为什么什么事儿我都不告诉你吗？因为有的时候你还是太单纯了。我和显小姐合作是权宜之计，因为这中间有你。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走到哪一步。嗯，哎呀，装睡的人叫不醒啊。This is Charlie speaking. 好，谢谢江秘书，我会转告李先生的。再见。体检取消了。体检换地方了。啊？体检地点换成陆军医院了啊！你干啥去？我去给你拿证件，别说漏了。你咋整啊？快上车。哎，李所长，李太太去体检啊？沈处长有事吗？查理呢？查理他去帮我取东西了，沈处长找他吗？哦，是这样。你们也知道，前天呢，我们都不在所里，可那个什么共党偏选这一天出动，我们都很被动。我是匆匆忙忙被抓回来的，我的车呢还留在那儿。我本来今天想去把车取回来，可突然安排了体检。你看我没有车，我怎么去体检呢？我不太懂沈处长的意思。沈处长是想搭我的车去医院体检吗？不过抱歉，李所长真是绝顶聪明，天纵英才。我还有我的2个徒弟，李环、李玉。那为何沈处长
不让自己的2位爱徒去帮自己把车取回来呢？我和他们是师徒关系，师傅有些事情是不能让徒弟知道的。哼，哎呀，我跟梁所长保证过，以后再也不去那个地方了。这才过了2天我就去，这不太好吧？哎，如果查理能够顺便帮我把车取回来，那就太好了。我的车停在吕班路37号，钥匙在黄苏苏小姐手里。抱歉，沈处长，你也看到了，今天我夫人开车，我不可以让我的夫人给别人做司机。那个李所长，哎，抱歉了，沈处长。哎，不让搭车也就算了，还生气了。想不到梁景元还留有后手，现在阻止这场体检肯定是来不及了。一会儿到了医院，我盯着叶打，你盯住董金波、刘方白，还有沈文清。好。李太太都来了。李太太，李太太，你坐这儿吧。前面那几项挺快的。没事儿，里边有位置。李太太好，易小姐。显小姐，快来坐。身体好些了吗？吃了你送来的药，我真的好多了。有效果就好。这女人的痛啊，只有女人自己最懂。改天我把方子也给到你，下次来约试的时候，提前做好准备。显小姐，你人可真好。我现在知道李所长为什么这么在意你了。有吗？我曾经读过一本书，倡导女性解放。书里面说，男女结合唯一的理由应该是相互爱慕，这才是真正的专偶制。在你和李所长身上，我好像看到了婚姻应该有的样子。书名叫什么？我也想看看。抱歉，我一时想不起来了。下一位。哦，那我先进去了。我在家里待着好合适。我先生就是这样去的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
呼气。先检查一下胃。完，这里你有不适吗？放松。李小姐，你的胃可能有点问题，建议你做进一步的检查。所长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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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长好。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啥事儿，就是有点小胃病，干咱们这行太常见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吃饭，我这铁打的胃呀也扛不住喽。这不正好，凑着村出钱体检，好好查一查。不瞒您二位说呀，我以为到了日本医院呢，肯定能见到日本人啊。为了沟通方便呢，我还特意学了几句日语。阿里咕咚咕咚嘛斯，结果呀，还是个中国医生，瞧你那出息。金波，塞尤那拉。哟，李所长，您来了。这外边也没休息的劲儿，要不我带您先进去。谢谢。来这边，医生，这是我们所长，他眼睛不太方便，外面也没休息的劲儿，要不让他先来？可以，可以，不必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我等一下没关系。那您先坐下歇会儿。谢谢。您慢点。李所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这边啊，哎，外套脱一下。好。易小姐，平时要注意饮食，生冷辛辣的食物就不要再吃了。啊，好的。哎呀，不要紧，来姐。不好意思啊。那谢谢医生了。好，注意休息，饮食。好的。下一位，辛小姐，我去做下一项检查了。医生，我的胃没什么大碍吧？只是轻微的胃溃疡，不过你得注意了啊！如果继续饮食不规律的话，很有可能病情加重，发展成胃癌。这么严重？那您能不能帮我看看治胃病的药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们这边只负责体检。谢谢啊。下一位，那我先进了。哎呦，沈处长，您先来。哎，保重身体。沈处长，哎，哟，李所长呀，我以为到我了呢。沈万清是吧？啊，哎，就是你。啊，来这边。哦，等一下啊。双腿蜷起来。哎，有什么不舒服告诉我啊。好。啊，深呼吸，呼气。这里疼不疼？哦，不疼。啊，这里呢？不疼。这里呢？哎呀，不疼。这里感觉怎么样？不疼，没事儿。这里呢？不疼。这里疼不疼？李所长，你们这些搞密码研究的人确实不容易啊！你看，站床上就睡着了，真是太辛苦了。好了啊！啊，哟，我是不是睡不着了？对不起啊！哎呀，我这没什么问题吧？都挺好的，去检查下一项吧。哎，好嘞，谢谢你啊。那李所长，我先出去了。
师傅啊，院长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那就好。哎，您慢慢排着啊。那都是长。沈处长，查理，这么说，白夜最有可能是叶爱达。那也不对呀，这董劲波和刘方白也有可能啊。白夜同志一直很谨慎，他之前在东北潜伏的时候，一直都是通过他的上线老黑帮忙采购胃药，所以他根本就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胃病。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，这两个人压根儿就没想隐瞒自己有胃病。反观叶爱达，他却偷偷替换了自己的检查单。他也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胃病。对，上次在交易所，白夜发现有埋伏的时候，他一定感觉到自己引起了梁景元的注意，而这次梁景元又莫名其妙的组织大家去体检，白夜很可能猜到梁景元也得到了他有胃病的消息，所以他一定会隐瞒自己的病情，是吧？是。沈万清的算稿有问题吗？他的算稿上写满了解题思路，但是每一种都是错的，有些错在了公式上，有些错在了代入上。这不是好事吗？破译一套密码就好比是摸黑走路，但是沿路都是陷阱。以易修远的能力，不过是在算稿上写了2、3种而已，而且还在陷阱里打转。但是沈万清，他的算稿上至少有20种解题思路，但是每一种都在到达终点的时候被他巧妙的给绕开了，就好比是他已经知道了正确答案，但是在故意绕弯子，故意避开正确的答案。你是说沈万清他已经？没错，我猜测沈万清已经破译了西格密码，但是他没有上报。不但没有上报，他每天还上交一份不同的错误答案，来掩盖他已经破译了的事实。好，这些照片我很快转回重庆。好，这些褶皱的是沈万清的，